告诉我，这是谁的血？九公子，这是搜出来的东西，血底有血，还有一些瓷器碎片。 上官浅就是无名，他为何要对乌鸡夫人下手？他要下手的目标，不是姨娘，而是我。只是晚上，雨公子刚好溜出了宫门，而乌鸡夫人又恰好来找雨公子，这才连累了乌鸡夫人。姨娘待我如亲，遭此血光之灾，我比任何人都难受。 上官浅是你绝宫女眷，你难辞其咎。我管理疏忽，让恶人趁机行凶，我自要领罚。但你公子羽无视宫门规定，擅自带云为山离开宫门，又该当何罪？我是无心疏忽，你是明知故犯。你明知一旦成为执刃， 就不可以离开宫门，是不可以离开旧城山谷。你不要偷换概念。而且我作为执刃，我想我有权带我的妻子出去。我爹曾经作为执刃，也带我娘出去看过花灯。你爹是执刃，自然有权利带妻子同行出游。但你连3御试炼都没过，竟然敢大言不惭地自称为执刃，而且云微山你也没有正式迎娶。 怎么能算是你的妻子？我成为执刃是早晚的事。够了！你现在坐在执刃的位置上，就应该明白执刃应守的规矩。为请示长老院，就擅自带云龙山出宫门，还诸多狡辩，实在令人失望。坏了规矩，就要领罚，哪怕是执刃。 待会儿就请执刃到长老院禁闭室，面壁思过。现在还不是追究执刃对错的时候。现在最重要的是确定上官浅真是无名，确有嫌疑，还需好好审问才能确定。岳长老遇害，绝宫承诺要找出无名，在此期间。 一直怀疑雨宫内部藏有凶手，可如今这疑犯却出现在绝宫，而且还是宫二先生亲自挑选的未来妻子。宫上爵，你没什么话要说吗？上官浅已经被押入地牢，我自然会好好审问。那你当初怀疑姨娘，现在她命悬一线，你不应该为此道歉吗？现在道歉还为时尚早。 上官浅未必就是无名，人证物证样样确凿，你还想包庇他？上爵，你是不是发现了别的问题？有2点让我疑惑。第一，这次无名在公子羽房间的画屏上留下的血字，显然是匆匆留下的，最后一笔还没有写完就已经离开了。 而从我进雨宫，到走进公子羽的房间，全程没有一个可疑的身影，也没有任何异常的声响。能够在我面前悄无声息、全身而退，有这样轻功的人，放眼天下没几个。上官浅没有这样了得的轻功，所以他不是写下血字之人。 但难道这行凶之人还可以凭空消失不成？留下血字的人，要么有绝顶轻功，要么根本没离开房间。荒唐透顶！是你自己说，我的房间里只有姨娘和你2个人。你难道是在指认你自己才是无名吗？你
还在怀疑姨娘，真是荒唐。岳公子，我很想同意你的猜想，但是我查看过乌鸡夫人的伤，这伤在后背，切口极其精准，必然是有人从身后偷袭，一剑刺入，绝非自己可以完成。乌鸡夫人伤口极深，染有细血，可见凶手用的乃是任性使作的宝剑，是吴峰惯常使用的武器。错了，现场只有一把带血的软剑，这把软剑藏在腰带之中，这腰带属于乌鸡夫人。那不就更奇怪了吗？乌鸡夫人用自己的剑刺伤自己吗？岳长老别着急，这第二个疑点更加奇怪。大家应该还记得，在已故的岳长老遇害时，议事厅内整齐干净，绝无凌乱。以岳长老的实力，要对其一剑封喉，可见无名的武功之高。然而武功寻常的乌鸡夫人，在遇刺时，房间却因打斗而变得一片狼藉。如果上官浅对付乌鸡夫人尚且如此吃力，那他又有何能力对岳长老一招毙命？此前我们推测，能够在长老院轻易接近岳长老的人，必然是岳长老熟悉的人。然而上官浅只是一个新进宫门的新娘，她怎么能够自由地进出长老院呢？即使她有理由接近岳长老，那岳长老也不会毫无防备。那上官浅为何会穿夜行衣出没？为何要去雨宫？这个暂且未知，但我很快就能知道答案。但愿觉公子不会因为是自己选的新娘就手下留情。我一定给各位长老一个交代。但有一件事情我很好奇，为何花长老会知道这黑衣人是个女子，而且还受了伤，因此要下令搜查各宫？你是谁？洪家没有你这样武功的女人。是我身边的黄衣侍卫遇到了形迹可疑之人，打斗中从对方的声音和身形判断出是个女子。原来如此。既然上官浅已经打入地牢，现在就等他的审问结果了。无名再次出现，雾姬夫人遇袭，宫门戒备更重。近日我不便再来，归期未定，未完成的研究等我回来继续。若有急事，可把此金帛风筝放到空中，我看到就立刻来找你。勿念，小黑。谁会念你呀？你又不是金凡。刚刚下人通知说，执刃被长老罚进禁闭室闭门思过，今夜不会回来了。他让我转告云姑娘，让你早些歇息，不用担心他。若不是我提议出宫门，云姑娘不必自责，出宫门也是执刃自己的决定，哪怕被罚，也是甘愿。我只是转述他的原话，并不代表这是自己的看法。岳公子不会怪我，但我知道，
你心里对我一定有怨言。云姑娘确实不该到处乱走，不仅让雨公子担心，还增添是非。抱歉。你对我无需道歉，我只是一介绿玉侍卫，承受不起。我只希望云姑娘日后不要辜负直人。她是个很傻的好人。云姑娘早些歇歇。等等，今夜搜宫受伤的女眷找到了吗？抓到了，是上官浅。酒碗都还是满的，看来还没进行到这一步。你熬过了鞭刑和夹棍，但这只是开始。我手中这把剃刀，刀片刃而锋利，是宫门锻造暗器的工艺锻造而出。此刀名为禅剃，能将每一块肉都剃得薄如蝉翼。光是一条腿，就能剃足1天1夜，令人生不如死。还有这个面具，这么漂亮的脸，可惜了。还有这一碗碗酒，刚才的剃刀和面具，在原址弟弟的毒酒面前，倒不值一提。所以，你打算招认吗？相信我，你扛不住的。只要你肯说实话，我保你不受苦。你能不能保我不死？我保你不受苦。我若说了，公子会信吗？你说你的，我自会判断。我不是无坊刺客，更不是你们所说的什么无名。但我确实不是上官家女儿。那你是谁？孤山派一国，我进入宫门，只为自保。孤山派是。当年金风派的卓梅，
跟我小叔叔相爱，遭到清风派的首领提出了强烈反对。为了逼孤山派教书教书，当时已经投靠吴峰的店主，带着吴峰的刺客，将孤山派一举灭门。孤山派满门尽灭，未曾听说留有后人。我爹把我藏在密道里，我才侥幸活了下来。后来我四处流浪，无家可归，幸得被上官家所救，将我抚养成人。上官家不愿让女儿嫁入宫门，为了报答他们的抚养之恩，也为了我自己，所以我才冒充上官谦，替他出家。我立下誓言，我一定要为我父亲以及族人复仇。那年上元节，我遇到了歹徒，是你救了我，所以我才萌生了进入宫门寻找依靠的计划。只有借助宫门的力量，我才有可能报仇雪恨。那这和你去刺杀公子羽有何关系？公子羽，我的目标是无忌。为何？因为那日听到你说怀疑我既是无名，而每一个无风的人都是我的仇人。我去雨宫，看见无忌在公子羽的房间，我便在窗后偷偷观察，结果却看到无忌手里拿了把软剑，那剑薄而刃，与封官场使用的剑无异，所以我确认无忌就是无名。但我被无忌发现了，他武功在我之上。既然他武功在你之上，那为何他还是被你刺伤？无忌自己撞上来的，他故意让剑脱手，被我抢到，然后朝我剑撞了上来。你是说，他是故意被刺伤？嗯。你说的可都是实话？你就这么想？我对你用心了。我说的句句属实，不怕公子用心。我有证据证明我是孤山派的人，给我解开，我生命给你看。我已身受重伤，却公子如果连这样的我都怕，
不被江湖上的威名。证明。边细雨起浓，针指相逢终须松。上我刀锋入怀中，破晓把夜色刺痛。好点了吗？哥，我没事。上官浅那边问出什么了吗？哥，你快告诉我，上官浅招了没？虽然昨夜的粥里他没有下毒，但我始终觉得他不可信。他告诉我，他不是吴风，更不是无名。哥，你就这么相信他？上官浅身上有孤山派的胎气，此胎气乃孤山派血脉相承，他们的族谱上对此有明确的记录。孤山派虽已灭门了，但是留有相关的卷宗存放于宫门内。我已检阅核实过了。孤山派后人也有可能是吴风啊。这么些年，部落加入吴风的武林正派还少吗？确实。所以我要等吴忌起来之后，听听他的说辞。毕竟有这么多疑点，依旧没有解释。我不信任上官浅，更不信任武忌。他说的话，哥哥你也别信。十公子，公子，武姬夫人醒了。哥，我跟你去。不用，你先养好身子再说。无论是上官浅还是武忌，我都自有安排。进府带路。姨娘，你醒了。无名要袭击的对象，其实是我。是我连累了你。你不在才是万幸。我一把年纪，去就去了，可你还肩负着宫门的未来。夫人，你别激动。幸好昨天晚上的无名已经被抓住了，现在正在审问。
也算是为夫人报仇了。抓住无名了。抓住了，是上官浅。听闻夫人醒来，特前来看望。有心人。敢问夫人，昨夜的情形，可还记得？夫人刚醒，还没清醒。清醒不清醒，待夫说了算。姨娘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也想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。前些天从外面送回几张货币，晚上我就想着让你挑一挑，给你做一声大肠。结果子瑜不在，刚才子瑜跟我说抓到上官浅了，真的没有想到他竟然是无名。他不是无名，他不是无名，你审问清楚了吗？他若不是无名，为何深夜潜入允宫，刺伤我姨娘？上官浅说，白日里听到了我们的谈论，所以想刺探一下雾姬夫人的虚实，看看她是不是无名。荒唐！这把可是雾姬夫人藏在腰带里的软剑。是。夫人可是被这把软剑所伤？我到了御宫，发现墙上的血迹，还没有来得及喊人，上官浅就到了。他不由分说就向我动手，我只能抽出软剑迎敌，我打不过他，他夺走软剑，刺伤了我的后背。但上官浅说，他不敌夫人，是夫人自己故意撞到了这把软剑之上。够了！上官浅人赃并获，你不怀疑就算了，还轻信一个在狱中垂死挣扎、胡言乱语之人，这可不是你宫尚爵该有的脑子。我爹爱说一句话：非蠢即坏。我不觉得你是蠢。当天白日里，我刚说完雾姬夫人可能是无名，雾姬夫人当晚就被无名刺杀了。这一切会不会太过巧合了？其实这把软剑，反倒可以说明雾姬夫人不是无名。什么意思？岳长老的伤口又薄又窄，但这把剑剑刃的宽度明显长于岳长老伤口的宽度，所以这把剑不是杀害岳长老的武器。而且我想，无名应该没有理由在杀害岳长老的时候更换武器吧。你说的没错，只是你怎么知道岳长老的伤口有多窄？除非你对我们一直找不到的杀害岳长老的凶器非常熟悉。是我告诉他的。刚才你们都不在的时候，
我跟他就在讨论这个问题，是我告诉他，岳长老是被吴峰的宝剑所杀。上官浅的确是孤山派的遗孤，血脉的胎记无法作假，加上之前的推论，足以说明上官浅不是无名。既然他不是无名，那画屏上的字是谁留下的？恐怕是真正的无名，躲在暗处，故意留下血字，混淆视听，引起恐慌。上官浅虽刺伤了无极夫人，但情有可原。他在牢里也受尽了酷刑，就算是应得的惩罚。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他放出来？这上官浅的身世也实在可怜。当年孤山派的老掌门忠肝义胆，行侠仗义，而且是江湖上少有的一直力挺宫门的帮派，但最终却惨遭清风派和吴峰的屠戮。既然这其中都是误会，我看就把他放出来吧。上官浅是你绝宫的人，就由上爵你自己处理吧。是。眼下这无名依然逍遥法外，恐会继续制造事端。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启动无量流火，威慑吴峰，以保宫门上下平安？不可！不妥，此举绝非上策。薛长老，你口中所说无量流火是指什么？为何我从未听过？等你闯完3域试炼，自会知晓。这第2域，知人确实应该抓紧了。我来看望上官浅姑娘。回绝公子，上官姑娘伤势颇重，但所幸都是外伤，开了些外敷内服的药，休养8个月也就好了。退下吧。是。看来哥终究还是手下留情了。我调配的那些佳酿，终究还是没用上。不急，总会用上的。不是现在，也不是上官浅。公子，石公子，云为山姑娘来了，她说她要探望一下上官浅姑娘。让她去。是。等等，云为山可有带来什么东西？有，带了一个锦盒。站住！近日宫门内血光频发，绝宫戒严。哥哥有令，任何出入绝宫之物都需要查验。云姑娘，请把锦盒打开。
把锦盒也留下。只是个空盒子而已。留下。没事吧？皮外伤，不要紧。劳烦云姐姐挂心了。上官妹妹手脚如此冰凉，看来还是气血虚弱。我带了一些人参，已经交给下人们了。那可是上等的人参，有助于你恢复身体，记得吃。多谢云姐姐。没想到上官妹妹竟是孤山派的遗孤，无忌夫人真的是无名。是啊，和云姐姐还真是颇有渊源呢。听说云姐姐的师傅正是卓梅。你在雨宫和无忌相处时间最久，我不相信你没有怀疑过他。的确有缘。现在又一同出现在宫门，真是巧合。希望日后还能与姐姐多多来往。我家族被灭，一个人孤苦，这些年来连一个能知心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不管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傻，反正无风的细作，我不干涉。妹妹要是不嫌弃，以后可以常来找我说。那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就不打扰了，以后再来看你。哥，还在担心无名的事吗？无名在那墙上留下的字。魏晋那一笔，明显是发现有人来才定下的。若他真能在我面前来无影去无踪，恐怕实力之高，整个宫门都难敌。云为山的锦盒我拿过来了，里面是人参，茶吗？茶，人参和锦盒都茶，不愧是我哥。明天出发的行李已经收拾好了，知人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无名还没抓到，我看宫上爵还是盯着姨娘不放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要保护好姨娘，别让她有机可乘，又污蔑姨娘。是。另外，你去贾管事家有收获吗？贾管事的妻儿已经搬走了，就在老执刃和少主遇害的1个月前。更可疑的是，据李俊说，有人在我们之前也找过贾管事的妻儿。是宫上爵的人，我感觉是。来的那2个人也是问贾老头怎么人走楼空的事儿。他们一家呀，腊八节之前就搬走了。看来是在老执刃遇害前就搬走了，而且还有一件奇怪的事。什么？他们家还有什么亲戚没有啊？他们家很少有人来往，因为他们儿子呀，周围的人都怕他呢。他儿子怎么了？贾老头啊，老来得子，高兴得很。但2年前啊，儿子突然得了重病，找谁都治不好，差一点就准备给娃准备棺材了。宫门的大夫给治好了，
起死回生呢。儋州啊，活是活了，却从那以后啊，变得有点古怪。怎么古怪？那个娃突然之间就一身蛮力，就一群小孩子玩闹吧，他一推呀，就把一个小女娃娃推出1丈远。哎呀，这脑门子都磕出了血，吓不吓人了？太吓人了啊！贾管事的儿子曾经得过重病，最后说是被宫门的大夫给治好了，但痊愈之后，却变得力大无穷。继续查。明白。这里已经是野外了吧？嗯，有草木的清香，风中有水汽的味道。我们应该已经离开密岛了。执任大人，我们到了，两位可以摘下眼布了。岳长老，这里不是前山，所以叫我岳公子就好。玉公子，请随我来。裴公子，不是我哥很失望吧？你不必在这里装可怜，我哥又看不到。池公子说笑了，你看我身上这些伤，哪一点像是装的？你是不是想，若是被我哥看到你这副惨兮兮的样子，他就会怜香惜玉？我有自知之明，我伤了这么久。薛公子都没来看过我，哪像池公子受伤的时候，薛公子可是寸步不离呢。我是他弟弟，我们从小到大的情分，你羡慕不来的。若是有一天，薛公子待我，有待池公子的千分之一，我也就满足。我看你并不像是这么容易满足的人。你眉间、眼角都写了2个字：贪婪。也行。是疯。胭脂，我听下人说，你来了这里。薛公子不用担心，池公子并没有打扰我休养，他只是过来关心一下我的伤势。我没有说他打扰你啊。我也没说是来关心你啊。怎么不喝药？多谢公子。
元志，元志，为何独自饮酒？酒又不是药，当然自己喝。难不成还要别人喂着喝？这也值得生气啊。公子，智公子，谷中据点送来消息，关于上元节当晚的那个窃贼。哥哥猜的没错，那天晚上偷走云为山东西的窃贼，果然不是巧合，确实是为了引开公子羽。窃贼是旧臣山谷的惯犯，据他招认，是紫衣姑娘指使。紫衣，云为山竟然跑去见他，不嫌脏啊？查过紫衣了吗？查过了，紫衣原名叶晓，父母兄长曾是江南富商的家奴。后来被送到了人场。人场是什么？是权贵闲暇的游戏，把人放进林子里，当作动物狩猎，以此寻乐。他的父兄就死在人场，于是人牙子把他埋在了文化楼，取名紫衣。也是个可怜人。所以云为山跑去见紫衣，只是为了争风吃醋？当然不是。若只是为了争风吃醋，没必要演那一场遇贼遭窃、支开公子羽的戏码。云为山是名正言顺的公子羽之妻，若是为了宣示主权，他更应该带上公子羽，一同前往质问才是。送2块月，到万花楼盯着。是。岳长老，这第2狱试炼的内容是什么？不急，眼下我有几个问题，想要先问一下云姑娘。问她？不应该考的是我吗？岳长老，你有什么问题，就请说吧。传扣案了，我们上岸再说吧。
间的记忆，闪着光，淋着雨。我把岁月布置成棋局，等着你。每次相逢都是运气，每次离别都是叹息。缘分在等刀锋落笔。你在梦里留下的痕迹，像谜语没谜底。我用回忆缝过了冬衣，每一针都是你。一眼瞬间忘却天地，执子之手，弹字无意。落字无悔，红尘不弃。我跨越山水奔向你，找到你，抱紧你的心，不在乎他们的提醒，我抱进了风里。这无关输赢的赌局，黑白棋落下的痕迹，圈出一片小天地。我用尽全力奔向你，拥抱你，呼喊你的名，撕开天地所有风雨，斩断了命运。我们